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美国继续拱火。美国时间本周一，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发表声明称，国防部长奥斯汀当日与即将从美国返回乌克兰的乌军队进行视频通话。这批乌克兰的军队在美国训练了2个多月，掌握了不少高级战术，还专门针对无人机的操控进行了特训。这与此前美宣布新一轮对乌军援100架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也形成了呼应。那么这些无人机会对冲突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过去1个多月中，经常可以看到俄乌无人机陆续出场，他们又有怎样的战场表现？美国国防部的声明指出，当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时，就有一支乌克兰军队在隶属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安全合作学校 Naval South 进行军事培训和教育，包括巡逻艇操作、通信和维护方面的训练。自3月初的课程结束后，美国军方为该小组提供了额外的高级战术培训，包括关于无人机的培训。该军队将于本周从美国返回乌克兰。上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还在记者会上表示，自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对乌援助总额已经超过了17亿美元。科比还表示，最新的100架弹簧刀无人机已经从库存发出，而掌握弹簧刀的使用方法需要大约2天的时间。We've already sent in 100 Switchblade UAVs that were already in our stocks. I don't know where they are in the transshipment process, but they arrived over the earlier this week. We're in discussions with the Ukrainians about future usages of Switchblade drones, and of course we'll keep that option open going forward. 根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3月29号的讲话，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弹簧刀无人机包括2个版本，其中一种带有反装甲战斗部。路透社报道称，这种无人机可用于对付包括卡车、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在内的车辆，在攻击俄罗斯地面部队时将会非常有效。美军的弹簧刀无人机有300和6002个型号，具有单兵携载、自杀式攻击、远程智能打击特点。根据美军公开的数据，弹簧刀300全长仅360毫米，重2.5公斤，最大时速135公里，最长续航时间10分钟，最大射程20公里。一个步兵就能用背包装下无人机和发射器对目标进行攻击。尽管体积小，它还采用了独特的 GPS 加光电复合制导方式，命中精度可控制在1米之内。另外，它的打击方式跟一般的导弹还没有区别，以俯冲方式高速撞向目标，并引爆机载高爆战斗部，威力相当于一枚40毫米的榴弹，因此也有个绰号叫单兵巡航导弹。它其实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一个是它的重量比较轻。像它这个弹簧刀来说的话，一个单兵，就小型的那个型号才几公斤重，那么一个人带几发弹簧刀都很正常，带5到6发一点都不觉得沉，而且它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远，所以说这个就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之理想的单兵的火力支援武器。而弹簧刀600的重量为22.7公斤，几乎是300型的10倍，作战能力显著提高，最大时速提升到185公里，最长续航时间超过40分钟，最大射程80公里。更为重要的是，600型能够携带反装甲战斗部，能够精准地从多个角度攻击装甲车和加固的地面目标。这个武器呢，应该说对，就是乌克兰来讲还是比较有用的一种武器，它能够反坦克，对一些重型的装甲有很强的这个杀伤作用，所以说，这个对于这种就是说重武器数量远比这个俄罗斯少的乌克兰来说呢，这个如果说一旦大规模的训练出这个弹簧刀的射手，并且说给他尽量多的这个弹簧刀的话，那对俄军的威胁可以说是相当之大的。不过，朱江明也指出，这些弹簧刀无人机在乌克兰士兵手里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很难说，非常考验他们的操作水平。像弹簧刀这一类的这个巡飞弹，它的最大的问题呢，实际上就是它的训练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不像这个标枪是属于说事后不管，你一旦锁定了，
一旦发射出去就跟你没关系了，你就可以跑了。它是需要这个操作者一直操作瞄准撞向这个目标。当然，它现在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就是我知道它软件有升级，但是依旧呢，就是很视乎于射手本身的这个训练水平。